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呢，跟大家分享，夏季草坪浇水的注意事项，以及呢给大家介绍一种产品，就是草坪所使用的液体土壤蓬松剂。这种产品呢，我今年也是刚刚开始使用，那么现在呢也正在验证它的效果。so far 呢，我看到呢还是有一些效果的。因为夏季土壤的浇水呢，一方面是你浇的够不够，另一方面是你这个土壤能不能够吸收得了水分，这两点是同等重要的。怎么判断这个草坪是否干旱呢？可以用这种螺丝起子。那么可以在土地上呢稍微插一下，如果很容易的就插进去呢，那么就证明你的土壤还是比较湿润的。然后呢拔出来呢，你可以感觉到，如果是比较湿润呢，它这里会有一些潮气；如果比较干旱的话呢，那都是一些灰、土壤、粉末之类的，那么就是比较干旱。实际上这个如果是比较干旱的话呢，那肯定你的草呢就会大面积的死亡。这个呢就是注意要避免的。土壤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混合物，那么保持它湿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它一旦完全干旱了以后呢，你想让这些有机物重新再回到这个土壤当中呢，就需要浇大量的水，然后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培育，所以呢这个呢是挺麻烦的。所以浇水呢特别的重要。那么对于我这个院子来说呢，其实我呢就发现，同样的一个草坪呢，浇同样的水，不同的区域呢，它的效果还不一样。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实际上是由于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呢是土质有一些区域呢可能土质不太好，像那个粘土比较多，像这种情况呢，它hold不住水，所以呢，你浇的水呢，它就很容易就流走了，或者呢它进不到土壤里面去。这个呢，所以它就非常容易干旱，浇完以后，那么几个小时就晾干了，这样呢，草坪呢就长不好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经常人走的地方，这种草坪，虽然是人是可以走的，但是如果有一条路径，你每天走很多次，那么它就会板结。那么板结的土壤呢，在表层它会形成一个厚的壳，这层壳阻碍了这个水分的渗入。最近呢，我就发现我的草坪有几块呢，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。我拿那个花园的水管浇水的时候呢，专门测试了一下，发现呢它的渗水性确实不太好。浇了半天的那个水渗不进去，然后如果有一定坡度的话呢，这些水就会流走掉。这个呢是造成你浇水效果不好的最重要的原因。那么怎么解决呢？有一个方法呢，就像初春和秋季的草坪维护一样，做 aerating 就是打气孔。这个呢，我在之前的视频里呢已经给大家有所介绍啊，可以去装修店租机器，也可以用手动的打气孔的装置，在你最干旱的地方呢打一打气孔，这样呢对于你提高你浇水的效果呢绝对是有作用的。好的，那么从今年开始呢，我尝试了一下这种产品，叫做 Liquid Soil Loosener。这种产品呢，实际上就是松化土壤用的。我在2个星期以前呢，在整个的草坪呢都喷洒了这种东西，然后尤其在那些干旱的地方，它的作用呢，实际上就主要是 break down 这个土壤表层，比较硬的那种硬壳，然后让这个土壤呢进行松软，然后这样呢有利于对水分的吸收，有利于草坪的生长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应该还是有作用的。那么我仔细检查了一下这些土壤的表面呢，确实比以前松软了。当然对草坪长期的一个效果呢，现在还不能说，还太早。但是我觉得这种产品呢，因为它并不贵，这一瓶呢才卖60多块钱，它可以 cover32000平方英尺。实际上1年呢只需要用2次，所以对于我这个草坪呢，大概3、4千尺的话呢，那么可以用至少5、6年，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便宜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种产品呢也是值得尝试的，可以说是有益无害吧。如果它有作用的话，那么实际上是节省了大量的打气孔的工作。
其实，在南安省这边呢，整个夏天呢，有些年份呢是非常干旱的。这个夏天的草坪呢，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半休眠的状态。那么，给它补水，让它维持不至于大面积的干死呢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工作。下面呢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。那么，第一呢，就是浇水的频率。很多专家呢建议，就是说草坪浇水呢不要太频繁，一个星期浇一次，然后呢每次呢要浇透。但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谈呢，我感觉在多伦多这边，如果夏天最干旱的时候，你一个星期只浇一次的话，那应该是不够的。当然这也基于你草坪土壤的状况。但是这边呢，很多草坪的土壤呢，实际上呢，它不会是那么松软，尤其是住宅的草坪，因为builder 在修建这些住宅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把它那个厚的表土层呢都给它去除掉了。所以呢，很多草坪实际上它的土质呢是非常一般的。我的经验就是，在夏天最干旱的时候呢，最起码要隔一天浇一次。当然，如果遇到下雨的话，可以skip 它。实际上，在多伦多这边呢，很多市政呢它是有 bylaw 的，你不可以天天浇水。根据你 house 的 number， 你是单号的，那么就是单号的那天浇水；那么双号的就是双号的那天浇水。那么这个呢是 bylaw， 所以呢我不建议大家违反。那么基本上呢，7、8月份盛夏的时候呢是浇水最频繁的季节。那么一旦进入秋季，9月份以后呢，你的浇水的量呢就可以显著的放缓了。因为呢首先呢气温降低了，白天的最高气温一般不会超过25度，而且呢雨水开始增多了，所以基本上呢看情况一个星期浇一次，或者如果有雨水的话，足够的雨水的话，那么1、2个星期浇一次都可以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什么时候浇水比较好？那么有几个时间段，早上、中午、下午和晚上。那么哪个时间段最好呢？那么早上7点钟以前，太阳刚刚出来，然后蒸发又比较低的情况下呢，浇水是最好的。其次呢是傍晚，傍晚呢太阳快要落山了，然后呢，蒸发也比较低。这样呢，浇的水呢会最大程度上能够保留到土壤里面去。那么有的人会说，那么我晚上浇水不更好吗？那么晚上浇水当然也可以，但是有一个风险呢，就是大量的水呢会留在这个草与草坪的这个叶子呀、根茎之间，晚上呢没有任何的太阳，这样呢它这个草呢会长时间处在一个非常湿润的状态，这样会滋生一些菌类的生长，尤其是蘑菇啊之类的。那么中午呢，最好避免要浇水，因为中午浇水的话，第一呢，浪费非常大，因为太阳很大，很快浇的水呢就被蒸发掉了，实际上也是一种浪费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在叶子上的残存的水呢，它会形成一种透镜的效应，这样会加热这个叶子，草呢会枯黄掉。好，所以中午浇水呢是要注意避免的。好的，这一期的关于草坪浇水和土壤蓬松的话题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
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。如果您觉得这一期的视频还不错，请不要忘记给我一个 thumb up。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，或者还没有订阅，请不要忘记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